摸不到，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凭良心说，我的歌声比较好，还是张惠妹？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很有素质，可惜现场观众耳朵都聋了。我还是有良心在的，所以有硬要听我唱一首吗？没有人要听你唱。你干嘛？你真的要唱吗？先让我好好说话，等一下有机会再唱。等一下我会再把他请出来啊。非常高兴今天小 S 能够到我们现场，你看看这个，欢迎大家来到《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啊！我真不明白，我们两个来也就罢，为什么连制作人都来了？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康熙来了》2位主持人都在现场，然后那边康熙的制作人啊，这个 B two 先生在现场。B2 的名字特别可爱，按照中西方这个姓名颠倒过来啊，你在大陆应该直接就翻过来叫 To B 啊。另外经常上康熙的2位这个常年嘉宾也都颜值担当，都在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跟陈默，哇！你知道吗？其实，哎呀，我在《奇葩说》这节目里一直是毒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他旁边，我特别紧张。哎，特别，其实特别，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她在我心中是整个，就是两岸艺人界第2漂亮的女生。把话说清楚。仅次于林志玲，但是这一点呢，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哎，怎么走了？哎，那个，哎，我车是在楼下，对不对？好，好。好，哎呦，就不是，来，赔礼来了，对，赔礼，哎呀，这个不是我怎么不对，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不是我。忘词儿了，不是从哪儿开始啊？是壁咚，哎，好不容易来啊！这个我出卖色相千回万转，才把女神又重新请回到现场。我们大家给小 S 一阵掌声，好吧？哎，千万别介意，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我刚刚没有感受到壁咚哎，你刚才那个叫压制，就是你是要逮捕我，你并不是在壁咚我。你以后跟我更熟了以后，你还会体会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慢慢来，别着急啊。他没有要跟你跟熟，没有。我录完就会火速的离开。哎，还好下一场是林志，算了，继续吧。还要走进来，好，继续。不要一再有完没完这样的，真的是。好，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吧，好吗？小 S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那边做的我们冠名赞助商有范儿的顾问周邦威先生，感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如果真的饥饿的话，可以用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谢谢古力多，谢谢。好，我觉得我的状态慢慢回来了，我准备开始跟小 S 进行一番诚挚的交流了。你跟你姐姐关系好吗？非常好。好到什么样呢？我人生中不管发生大事小事，心里高兴不高兴，我第一个会讲的人就是大 S。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他，所有的，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他来那天，他坐在这儿，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妹妹出轨，你会告诉别人吗？然后他说，我觉得那一定是工作需要，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没有，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小 S 在节目中好像很爱男人，难道不是吗？
有些是我真的爱，可是有一些真的是那些男人逼我要演出很爱他们的样子。因为有些真的是帅哥的话，我就说，哎，还蛮帅的，乳房练那么大，是不是希望我摸他一下？举例说明。像当时吴奇隆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想抚摸他。因为那时候我就看了《步步惊心》就爱上他。然后后来很多观众都觉得小 S 就是爱摸男体，所以我上《康熙来了》我就是要让他摸。然后有些人就练很壮，然后眼神就射出说摸我摸我摸我，然后那眼神已经强烈到你就想说。好啦，可是那种就是我就是出于社交礼仪摸他一下。哇，你们这个礼貌真是周到啊！是靠摸来表达敬意的哈。有一些部落是这样。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敬意。错了，这个在我们开展这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之前，我们要请我们今天参与辩论前面6位来介绍一下自己，让小 S 认识认识，好吗？从百邦尼开始，好吗？小 S 你好，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你的邦尼，你好。谢谢。好，如如啊 ，Hello， 我是如如，就超爱你。刚刚在外面真的是有哭，看到你下车之后，对，哭什么？然后导致现在忘记论点。我不喜欢他在现场。不是，因为他长得算是略有姿色，你们其他人都可以留着没关系。你这个对其他人好像很伤害耶。下一个要他讲社交的谈话很困难吧？对，如晶来那个，我是如晶。没有了。我是小 S。你尽力了，我知道。来，翻译S 好，我是樊野。你好。你好。好温柔。紧张。这什么情况啊？你们跟我一块儿紧张，来，姜思达。你都快尿出来了，你知道吗？你怎么了这是？我也不知道紧张些什么。对呀，你的造型感觉像是一个狠角色啊，有什么好紧张的？对啊，其实我对你也还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你。你也不需要这么没礼貌。对。你对我还好，那你心中真正喜欢的艺人有谁？好啦，是你啦，你这跟所有人说嘛。好了，思达你坐吧，你是手足无措，扭扭捏捏。怎么？你看看人家胡天宇，来天宇，示范一下。S 姐好，我是天宇。你好。这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都冲去窗子前面看你，我是因为没冲，那人太多挤不过去，我就没看，对吧？所以也不想看，是不是？哦，还是想看的，就没挤进去。哎，你们怎么了？我坐下。好紧张。来，我不得不让2排的介绍一下了。来，马薇薇，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马薇薇，没有了。刚正不阿。范甜甜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如果我是在台湾，没有小 S 什么事 ，OK？ 可惜你就不是在台湾，而且你可能过不去了。请原谅我母亲啊。不是，我真的很瞧不起你们这些人。对呀，来陈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大 S 您好，各位导师好。我的错。小 S 女士你好，各位导师好，观众朋友好，我是一名安静的大学老师陈明，谢谢。来，我们现在开始，终于可以进入正常的辩论形态了。来，我们看一看本场第一道题目。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在今天这个社会，整容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在韩国，人们把整容当作18岁的成人礼，而在中国，关于整容的实践也永远走在观念前面。有的人还在反对割双眼皮的时候，大变活人都已经普及了半壁河山。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对丑的人来说，整容的恩德如同再造，胜比亲妈。给你1个月的时间，你也读不成林徽因，但同样的时间，你却能把自己整成范冰冰。出名要趁早，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就为世界改变。毁了3观，再拆了5观，只要不影响功能，挪一挪位置，无伤大雅。纯天然如凤姐者，你敢要吗？有人则认为整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内容决定质量。用整容换来的爱情和事业，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自信也是建立自卑之上的。
本来错不在脸，你却欲加之罪，并且要忍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二次加工的人生哲学背后是偷工减料的机会主义。人生的困境应当是正着脸去面对，而不是换张脸去面对。纯天然如凤姐者，没人敢要；整过容的凤姐，也未必有人敢要。所以，各位看官，你觉得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对面是什么情况？对面好像也没怎么整过啊，反正也是没有整过的，是纯天然的。对，胡天宇就根本不可能整过吧？想整但不敢整了。思达应该是有微整过吧？听说对面3个都是纯天然美女，其实也就是女吧。纯天然吧，这种美女可以不用放在里面。樊野刚刚跟我说，李如如我要骑你，我说啊，我们两个没有文化，在那站着要干什么？要不就帮你吧，帮你也不好搞。但是我觉得如果太好搞，所以因为他最近说他大悲咒。好，题目出来了，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正方是会，反方是不会，请按键。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这道题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真的是太贴切了，因为这个现场里面除了大兵之外，我不敢确定其他任何一个人是没有整过的。3、2、1，那么我们现场观众的比例目前是47比53，基本上势均力敌啊。我们要请我们现场3位导师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小 S 会选是什么？我选人少的，支持他名下。好。康永哥，你会选择什么？我的一贯立场就是 S 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喽。我觉得今天康永哥也特别，就是他对你的那种呵护真的是。就是家人的那种，他就是一个文明人。你姐姐来那时候，他对你姐姐那种感情是对亲戚的感情，但是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种对亲人的感情。是，他很保护我。啊，真的好，那你们俩就一国的啊。我们俩一边。你们俩那个金姐，你自由意志选择，你觉得整容怎么了？就剩一边了，叫自由意志啊？不是，金姐可以选择跟他们一边，我就站另外一边。不，金姐，你自由意志。没有，我绝对是站那个不会的反方的，因为这很有说服力嘛。咱们在这一圈看看，包括马东，包括康永，包括所有人，我们谁是靠颜值整完上来的呀？对吧？那块有一个整完上来的，不坐到后排了吗？你看，尴尬了。你刚刚比这边的时候，为什么独独跳过小 S 啊？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整，我不知道整没整过，所以这个不能，对吧？我要保护一下我们的女神，对吧？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我们红蓝双方，他们2位其实是没有立场，完全是因为人少好辩才选择了这一边，所以别指望他们。我们应该从正方开始，因为正方现在处于劣势，对吗？正方谁是一辩？翻页哦。OK， 好。他整过的。给我。不，你大胆的对着镜头说，你说我没整过。我没整过，但是我要捍卫你整容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整容，因为整容现在科技很普及，然后也很能够经济上承受得起。可是大家想去整容，为什么？为什么马东老师会去割眼袋？为什么？你有割眼袋？你有割眼袋？怎么不割完呢？我留一半解闷儿。想他的时候还可以揉一揉，是不是？你干嘛去割眼袋？有差吗？对你人生？不是这因为有眼袋而接不到工作吗？不是。你看我现在这样正常，你没有见过我有眼袋的时候是什么样，那真的简直是人生的障碍。因为你的外形应该是有眼袋跟没眼袋都差不多吧？有差。有差吗？有差很多，对。我必须说有差。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整容？我们想一想，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非常努力的用各个方面去完善我们自己。我们如化妆，
我去健身房，谁剪个头发、矫正牙齿、穿衣服穿得体面，都是为了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其实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有一个成语叫红颜薄命，说红颜的人就薄命，可是颜不红的人就会长命百岁吗？红颜他早死了，人家说天斗红颜好可怜，被记住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吗？可是难道长得不好看又早死的人不更可怜吗？你让不让人家活呀？你好悲情啊你！有需要搞成这样吗？还有啊，比如说西施捂一下胸口，然后邻居就说哇女神好美，可是东施也捂一下胸口，就被骂了几千年，他有错吗？他只是长得比西施差一点嘛，你又怎么差很多差很多，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心口不痛呢？谁管他？你看嘛，对不对？你在我这边。好，然后我再说一下我好了。我在这个舞台讲话，有的人会觉得我深情款款，娓娓道来。可是我其实又做对了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他这样说，我不要讲说他只是长得帅，大家就支持他。他刚刚语气就是说，只是因为帅，他才晋级的。对，我也没办法，我就是长得帅。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会有人说，对啊，他就是长得一个好的皮囊，然后说话慢吞吞，你们就觉得好。所以我是一个外貌协会的直接受益者，我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来问我说他长得不太 OK， 他来问我说樊爷，我觉得应该去整容吗？我说不，你就这样，不要整容，做自己。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火，这样合理吗？我知道我一路占了外貌协会多少便宜，所以我为什么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得了便宜就号召大家一起来占便宜啊！想美就美嘛，想整就整嘛，不要压抑你的天性嘛。我不会剥夺你整容的权利。是这样。OK。如今要七夕了，七夕他吗？我先来，如今。你刚才是告诉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吗？来。你刚才是告诉我们嘛，整容你不反对，那你怎么不整呢？因为我不用整啊。哇！所以自然美可以成为赢家，但是你确定，如果你劝大兵哥整得跟你一样，他也可以像你一样吗？他如果真的能整得一样，再加上他的才华，他不是应该比我更厉害吗？所以有2个樊爷也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整得一模一样啊，因为就算外貌一样了，性格又不一样。我在演艺圈看过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明星哦。是吗？医生没有请对。就是现在很流行整成一样的样子。不是流行，是错误，就是。那你们先聊一下。生气了吗？他们脾气都很差。对不起，怎么那么难相处的？来嘛，先弄清楚。我们大家我打个岔不行啊？你不了解他，时间长了，你了解他，你就知道他是不能打岔的。来，行。他在城市已经设定好了，一打对他就要重来一次。对，所以他现在处于重启状态，你开始吧。真的要重来哦。对。不如我们下一次再来。你不急了？不急了。不急了。好，那你请坐吧。对，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樊爷，你说你外表已经够好了，然后给你带来很多好处，可是没有因为你的外表而带来什么坏处？也有啊。像什么？骚扰你是吧？是不是只要给你工作机会的人都想要吃你豆腐？不会啊，马老师没有。你会遇到同样问题吗？你说一直被吃豆腐吗？对啊。刚刚就是你啊。我人生被骚扰最多次的就是今天呢。对。就是在你这儿达成的。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那个不一样的烟火。来吧，反方。整容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好看嘛。那我今天想说一说好看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
我相信每个女生每天照镜子完之后，都会在心里感叹说：“天哪，老娘真是美爆了。”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有点自恋，所以今天大家姑且把我当做一个略有姿色的美女，我想谈谈我的感受，就是当你是美女，然后你又想成为人生赢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到你的身上，这是好事。但是坏事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你的期望值也会超级高的，他们会希望你的长相和你的内在是能够匹配的。如果有一点点不匹配，或者是你表现的有一点不好，大家就会对你越发的失望，甚至是越发的苛责。我想说说第一集《奇葩说》播出之后，因为第一奇葩说有我在看节目的时候突然弹出来一句话：李如如她竟然能晋级新奇葩的8强，她应该是有黑幕吧？我看她的长相，她应该是被潜了，而且还会有人说马东应该是她的干爹吧？对，这应该是真的吧？是亲爹。所以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长得还不错，你会觉得马东是我的干爹。那如果我长得不好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他的干妈。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他的干妈。影射谁呢？大家好，如果我是在台湾，没有小 S 什么事 ，OK？ 请原谅我母亲啊，这个。好。我继续说，所以你发现没有，观众？所以上一届有你的干妈，这一届有你的干女儿啊。所以就是你应该管她叫奶奶，知道吗？奶奶，我们真是3代同堂在这儿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做节目？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去看了一下我的微博评论，然后我就决定把我的微博给卸载了。对，因为确实还蛮多人骂我的。但是我记得有网友说的让我比较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在你发言之前，有几个镜头给到你的时候，觉得你长得还挺好看的，很期待你站起来会说的怎么样。结果你站起来，你的表现我觉得弱爆了，我真的对你失望透顶。然后我就想回他，你说的对，是这样子的，是我可能用我的长相把你的期望值拉得这么高，但是我的表现又让你觉得摔到了谷底，是人都会疼的，肯定都会觉得失望的。所以如果你想通过整容之后获得长相，帮你成为人生赢家的话，那你会死得更惨。你自己想想看，你能不能承受住这个压力？你能不能够承受住把你的优点无限放大的同时，把你的缺点再无限放大？好，谢谢。好，李如如，我荣幸的通知你，你被骑了啊！骑你的是姜思达。来吧。你说，因为你长得好看，所以大家对你有期待，于是你没法达到这个期待，你好难过，对不对？是。长得丑的人，大家对他都没有期待，他难不难过？但是如果长得丑的人，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话，大家不会去苛责他。他就是 nobody，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评价才能提升自我。今天你没有达到你那个评价，没有让大家评价你很好，这个时候是要毁容，还是要自己变得更好？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我不保证我的努力能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你长得很好看，大家对你的期待高。我们这时候的动作是什么？是让自己变丑吗？不是，我们这时候的动作是让其他的能力也上来，对不对？可是整容之后，你不保证你的面相不会比以前更丑啊，可能会整容失败啊。所以今天你们的意思是大家整丑了不好，所以我们整美了是好的，对不对？如如，你告诉我，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什么能让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努力、心态的调整，还有他的积累。努力失败了怎么办？努力失败的话，就做一个普通人呐。这个世界上很多普通人。好，如如告诉我们，今天能成为赢家只有3个字，叫天注定。谢谢各位。节目真正的开始了吧，对不对？好 ，mini talk 进行到这里，让我们开始。好，正方，哎呦，姜思达，你今天你是我们的这个理性担当，你到目前为止表现特别杰出，你开始吧。还有更杰出的。在第1季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啊！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你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明白了一些全新的道理。这你都敢说呀？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它叫做韩国。是整容大国，我们在网上经常会嘲笑韩国人，他们美得千篇一律。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韩国人也嘲笑中国人丑得千奇百怪，对不对？
又说到韩国，我们都知道身边有很多的小女孩，她们很喜欢韩国的欧巴，非常的帅。但这些小姑娘也知道，其实她们喜欢的欧巴，也许在脸上动过所谓的手脚，但是完全不影响她们对这些欧巴的喜欢，对不对？完全不影响哦。但是她们会怎么样厌恶整容呢？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我的闺蜜，从小一起丑到大的，结果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整容，她变美，这个时候我超讨厌，对不对？整容不是问题。问题就出现在哪里？问题出现在整容背后包裹的其他没有整的人的嫉妒心。哎呦，这个东西怎么一直掉啊？那我就一直捂着。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可以拿下来呀，你要不要拿？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很漂亮啊。嫉妒心是怎么来的？哎，我们会嫉妒马东有钱吗？不是，马东没有钱，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会嫉妒他吗？不太会，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比我们有钱。我们会嫉妒什么样有钱的人？从小大家一起穷到大的，结果他突然爆发了，我们这时候就跟他讲道理。哎呀，钱能买来快乐吗？是不是？钱能买来家庭的和睦吗？其实可以呀，对不对？还有，我们什么时候会嫉妒小 S 漂亮？小 S 一直都那么漂亮，我们嫉妒她漂亮吗？不。当高晓松有一天通过整容的时候，变得比我们的漂亮了，我们就要说这是文化人的道德沦陷，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唯一的变量就是这些的心态嘛。我们再来分析，如果今天心态非常的合理，我也会站在对方那边。这个该嫉妒，就像你考试打小抄作弊，这个事情是该被抨击的。但整容这件事该被抨击吗？我就想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樊野天生丽质，骨子里基因就是好 ，DNA 就是让她漂亮。我通过整容和她一样漂亮，为什么她的 DNA 就要比我的科技更高贵？大家明白吗？为什么你生下来的美就要比其他人整得来的美更足够自信呢？有资格自信呢？很奇怪，生得好看就有资格，我整的就没资格了。今天我丑，我被歧视。我想改变我被歧视的现状，我去整容，结果我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整容这件事反而还会继续被歧视。这个世界的恶意怎么这么多？哇！我也不是说今天大家骂其他人整容啊是整容怪啊什么也好，我也不苛责大家这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点小小的阴暗面啦，是啊，有的时候你骂别人爽一爽也就算了，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认为整容不能使你成为人生赢家的理由。哇，你们两个真是选对了地方，这几乎已经可以不用那什么，现在就是金姐压力大。没有，他刚才说出去跑题了，他只想整容的心态，什么嫉妒心跟赢家没什么关系，最后套了一句赢家。对，没有歧视整容，就说我们谈的是你说什么赢家？赢家一点都不歧视整容，没歧视整容的。对啊，没有人自我歧视的。对呀。我们一会儿聊，一会儿聊。好，一会儿再聊。不是，少奶奶又发脾气了。我觉得刚姜思达特别精彩，就是他揭示了一个现象，就是对整容那种敌意来自于嫉妒别人比自己长得漂亮。你觉得呢？因为我从小都美，所以我感受不到啊。你是吗？对，不是我就是你别急哈，我知道你是女王，你脾气大，但是我就说咱们真诚的交流一下，就是在台湾的演艺圈里边，女生你觉得谁长得漂亮？讲真的，我眼睛看得到的女性并不是很多。我知道。可是被我看进去，然后又让我觉得她是漂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 S 跟范晓萱。因为大 S 是没办法，我不能不说她嘛。然后因为我真的是有看到她，因为长期就是你知道生活在一起，也不可能不看到。对。可是范晓萱是我觉得她是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有风格比长得美不美更重要。有些人很美，可是她站在舞台上，你就是也不会想要多看她几眼。可是当范晓萱一走上舞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没办法离开她。那就是个人风格建立起来。这是魅力嘛？魅力，舞台魅力。闲聊，因为我们是同一边的啦，所以我只是聊一下，就是思达也是从小就漂亮的吗？胖过，很胖过。胖过。可是你的脸有 do something 吗？我第一季的时候告诉大家双眼皮是割的。是缝的。开了。缝的。他以前是8眼皮吧，那是缝到一块变成双的。
所以你还是尝试过外表不好的时候被人家忽视的那种感觉，会被嘲笑的，很难过，所以他们还是有说服力，他们不是从小漂亮到大的。你还说就是闲聊，你分分钟都站在这边立场上，把这边的人往死里弄，你还闲聊？来，这边下一位是谁啊？来，百邦尼。因为我颜值长成这样嘛，就是我只能多读书，然后选择了一个对颜值不挑剔的职业，就是写作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选择这个职业以后，又出现一个新兴的职业，叫什么呢？叫美女作家。然后我也想变美啊，谁不想变美啊？但是对整容我是会有点抗拒的。就像刚开始场上的观众，还是蛮多人站在我们这边，第一反应你在抗拒什么呢？因为我心里有个声音会跟我说，好像不能尝试嘛。那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我就试着分析一下哈。其实有钱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夜暴富一定是一件好事吗？我们听说太多的例子，人中了6合彩以后，几年之后家破人亡。然后有名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夜爆红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演艺圈太多一夜爆红，最后就一蹶不振的年轻人嘛。那长得漂亮是一件好事，但一夜爆美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其实不一定啊。当一个巨大的礼物以巨快的速度砸向你的时候，你确定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所以我就会问我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 hold 得住别人吗？因为一个有钱的，你突然变有钱的人，你身边会突然多出很多亲戚朋友想来蹭你的钱；突然变有名的人，会有很多人想蹭你的名嘛。然后你一个突然变美的人，也会有人想去蹭你的美。面对突然变化的人际关系和这种人性的翻转，我真的 hold 得住吗？第二点，我问我自己，我 hold 得住我自己吗？因为我们大家为什么对暴发户有一种不太好的印象，是因为他有了钱，自尊心膨胀了以后，冲动性消费嘛。一个突然变美的人，会不会也会对自己的美貌有一种冲动性消费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啊，我终于有了那种心情，那种狂喜。你会不会揽了太多不该属于你的机会？你可能就招惹了太多不该属于你的桃花，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过。我对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知道除了诱惑，人什么都可以抵抗。在一开始啊，很少有人决定我就要把整张脸都要整掉的，一点一点来的。开始他可能割了一个双眼皮，然后顺便就割了个眼袋，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鼻子不匹配了，然后呢就是嘴巴和下巴。当你有张完美的脸的时候，就我的胸部好像有点不够完美，都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有一种病叫什么？叫整容依赖症啊。他整容上瘾，依赖整容给他带来这种快感，最后成了一种病嘛。但是一开始他去整容人，他会觉得我会得病吗？我会是成为那个整容依赖症的人？不会啊，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幸运儿，我能操控我自己啊。但是人性我是稍微有点悲观的啊。然后我还想问第3个问题，就是我能够 hold 得住时间吗？自然美最可怕的代价后果是什么？就是消逝，它那个美容会慢慢的消逝。但整容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坍塌。一个从来没有美过的人，面对美容要消逝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恐慌，因为他也没有丑过。但是一个曾经丑过的人，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姐们儿，谢谢。因为我就亲眼目睹她整过容之后，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灾后重建工作中。3个月一小整，5个月一大整，每逢要去上一个戏的时候，消失2个礼拜啊。就好像一个人打一个游戏，我开了1个卦，为了补这个卦，我开了8个卦。姐们儿，您是在练8卦掌吗？我是非常佩服你了，就自己开的卦，我跪着也要打完的这种精神。但我更心疼他内心的一种恐慌，那种要被打回原形的那种恐慌和焦虑。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为人生赢家。我想，可能你连玩家都不算了吧。所以我重新来说我们这帮的观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整容的权利，我们只是告诉你反对这种将整容当成人生赢家最重要的筹码这种心态嘛。这种心态的背后就是说，我不幸福，我不顺利，我不成功，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去整容。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已经不可能是一个赢家了，这绝对不是一个赢家的心态。赢家心态是什么？不是说我添上这一坨我就一定可以，而是说少了这一坨，老娘照样牛。谢谢大家。说得好，好。我
顺便把红楼谈清一清。对，你有体会到辩论的乐趣？有，我觉得他讲的很立场很明确。小 S，你可以改过来的啊，如果你观点偏过来，你可以放弃康源。我刚刚被他感动到了，他讲的很好。虽然我们目前虽然目前 S 跟我都还是站在这一边的，对，可是因为他有一个，确定他是还在这边吗？他还在这边，可是说不定他等下会改，那他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没有关系。这边是最后一位是谁？胡天宇。对。先讲一个小故事，丑小鸭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一只鸭子超丑，它兄弟姐妹都嫌弃它，追的所有的母鸭都觉得它是变态，它丑到连他爸都觉得这可能是隔壁老王生的种，不是我的。OK， 但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们如果把这个故事的结局拿掉，丑小鸭没有变成天鹅，丑小鸭它一直丑，一直丑，一直丑，从丑小鸭变成了丑大鸭，变成了丑老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适合讲给小朋友听的睡前故事吗？很真实啊，我觉得真实啊，这是人生啊。我觉得你恨会不会太早？会不会太早就要接触到这些东西？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怎么样呢？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子给小孩讲故事，就是麦兜他妈妈。从前有只小鸭子，它很丑，后来它死了，擦拭嘴。OK， 一个漂亮的人，大家下意识会想要接近，我会有比大家更好的人缘。如果我每天看自己顺眼了，那我对于自己其实会更自信。美对于大家来说很重要，这点大家都知道。而这时候我们苛责整容什么呢？我们无非是觉得你是加工过的美。那这时候我就很奇怪，我们今天上场的时候会做造型，思达他那个面具也不是天生就长他脸上，你以为那是胎记呀？樊野的6块腹肌，他也不是贴出娘胎就有的呀，他也是自己在健身房加蛋白粉练出来，这也是一种加工啊。为什么都是加工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只有整容特别不能接受？这时候邦尼说了，因为整容跟其他东西不一样，整容的程度太深。可是老实说，有东西比整容整得更彻底是什么？美图秀秀，自拍发上网。我们希望那些素未谋面的微博上面的陌生人觉得那就是最真实的我。可是那个我是什么样子的？下巴劈得跟锥子一样尖，眼睛放得跟车灯一样大。老实说，就算是整形，整不出这个效果。我下巴就算削，再怎么削，没有办法可能削尖削成这样。可是这样子大程度的改变自己的外貌，去误导别人，为什么我们又不会觉得有问题呢？最后一个观点啦，等我说完，就是我要说一点整容的好处。整容的好处是什么？是真诚。什么意思？对，是真诚。我今天开完了眼角，眼睛变大，那就是真的大。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戴着美瞳，放大了眼睛的话，我哭完一场之后还要满地去找，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马东老师如果今天不是割，他是化妆遮掉了他的眼袋的话，他一会感动哭一下，眼袋又出来了。可是割掉的眼袋没了就是没了。咱们整个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吧，这个换一个题好不好？这个那不说你了，那不说你了，我很快就完了，继续我说完。OK， 所以整容这件东西，说实话，跟其他的所有的让自己变美的手段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苛责，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伤风败俗的地方，只不过其他的手段追求的是一时一刻的美，而整容的美可以维持的长久一点，就这么简单。我方不是要鼓励大家都是整容，我方只是想说，变美真的是可以有帮助的，而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那些想要变美的人，就这么简单。有。回到初始态，来吧。来了，不打断你。其实天宇讲了这么多，也没有讲到很对。为什么？因为我放这边潇潇，我要代表潇潇再讲了一次，我们从来没有苛责任何整容的人，你可以随便去整。我们也不会取笑任何整容的人，因为我们也不觉得整容有什么问题。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整容能不能让你成为人生的赢家？你今天只是告诉我整容的好处，跟整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坏，但是跟人生的赢家之间的关系呢？我整了过后，是不是都是人生赢家？如果是的话，也太简单了吧？韩国应该有最多人生的赢家，谁的家不是人生赢家？对不对？每一个人去找个整容医生，割个双眼皮，
还有什么样什么手术？隆个鼻，隆个鼻。隆鼻，你别让潇潇跟你说他隆胸，垫鼻子隆胸啊，垫鼻子隆胸就成为人生赢家。哎，你垫鼻子隆胸，别在脸上比划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就可以成为人生赢家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不要误以为一变美就是人生赢家，也不要误以为你不能成为人生赢家，是因为你还没有整容。大家就是有这样的误解。告诉你们，如果要成为人生的赢家，需要什么？特色。什么叫特色？你想一下，我们这奇葩说录从第1季到第2季，我们有多少女生来过？有哪一个是不美的？每一个都美。但是如果大家排完一排站在前面，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美而已。但如果高晓松老师在中间，就很特别啊！每个人就一眼就看到高晓松老师，脸特别大嘛。这就是特色，这跟吃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人特别不喜欢吃大蒜，但是有人特别喜欢吃大蒜。麻辣锅特辣，有人特别喜欢吃，有人特别不喜欢吃。什么东西是大家没有特别不喜欢，也没有特别喜欢的？白饭哦，白饭是最一般的嘛，它没有特色，结果就没有人特别喜欢他们。你看潇潇，他有特色，所以有人特别喜欢他，当然有人特骂他。谁？谁特别讨厌我？我，甜甜姐。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甜甜姐也是一样，她特色有，所以有特别喜欢她、特别讨厌她的人。但是你看艾丽，喂，不要吧！艾丽我们没有特别喜欢她，但我们也没有特别讨厌她，因为她不够特别。所以我们说整形是什么？整形就是眼睛小就变大眼睛，脸圆就瘦脸，鼻子低就垫高，就是说有一个规则在那里，大家就变成千篇一律的美。这就是跟食物加了调味料，食物的味道全部一样，是一样道理的。这时候你就少了特色，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说，当你是麻辣锅的时候，不要企图把自己变甜。当你是西瓜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企图变苦，因为你怎么可能赢得过那个领域里面原本就好的人？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特色的时候，不要抹掉自己的特色，保留或强化自己的特色，在这个胖的路上，讲食物的路上，强化自己，好过去跟女神抢饭碗。这个才是成为人生赢家的道理。最后，我重申一次，我们是不歧视整容的人的。谢谢。这个时候就是康永哥你们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是输了吗？我们现在只有18票。就刚刚那个思达讲完之后，曾经我们有一段好时光到了80票去，然后现在退回来掉到18票。小 S 这18票完全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是在18票这边吗？现在18票，你可以过这边来啊。那我现在就是决定我到80票那边。没问题。好的。我跟你们讲，大家要对于今天难得光临的女神小 S 表示一番心意啊，所以不要让小 S 搬家，客人怎么可以让她搬家，对不对？我今天难得来，他难得来，所以 S 在哪边，我们就好好的迎接 S 啊！哇，不要了！还可以再按它，我还可以做更多，我还可以再按，那位先生快一点按它，来，还有5个。我还在这边，好了，我老娘累了。剩下这4个人，劳驾起立，我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到目前为止，
这是把奇葩说带到最康熙的一期节目。不过我真的很高兴，现在大家渐渐恢复理智，所以要又回来。来吧，我们请大家回到刚才自己对自己那个立场，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是吧？来，就当今天没变过，重新开始。好，那就该正方了。正方是哎，女神。咱们说句实在话，的确，在奇葩说的舞台上，美女和直男是一群受歧视的群体，他们在网上和现场挨骂也比较多。但是，请问他们挨骂到底是因为自己太美了或太直了，还是才华不够呢？艾丽可以去死了，真的啊！你们要说面相不好，谁有我马文面相不好？上来没有观众缘，一开始的时候骂声一片，都说哇超凶，范甜甜的称号更好，泼妇。我们两个曾经是第一季泼妇界的 twins， 你们知道吗？第一季泼妇界的 twins， 你们知道吗？即使有天開個唱，誰又要唱？他不可到現場。所以懂吗？一个人是不会因为他太美貌而损失什么的，而是因为他的才华太不够才会损失什么的。OK， 好，紧接着第二点讲才华，那就到邦尼了。邦尼还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呢，说我们混作家圈已经超辛苦了，你们居然出现一种名词叫美女作家啊！呸！你们美女凭什么来混我们作家圈？我代表广大美女问一句，当然虽然我也不是很配，你们也知道有一种美女叫知性美女，她们就是长得五官不好看的女生嘛，对不对？你这帮读了点书、长得又不好看的女生，凭什么混我们美女圈？就因为你知性啊！啊呸！明白吗？请知识分子界不要对我们无知浅薄界有一种天然的歧视。你们的知识是后天努力读书得来的，你们不是老子生下来之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衔知识而生的，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所有的知识是不是都是后天努力学来的 ？OK， 那我记得按键了，别被我迷住。好。那你们想，我天生长得不好看，我通过后天努力去整容，花我自己的钱，挨我自己的痛，还承担我自己整容失败的风险。那我这种努力为什么不能像你们读书人一样受到肯定呢？紧接着第三点，如丁说你整容的过程中会失去你的特色，我就奇了怪了，我整容整的是脸又不是脑，怎么会失去自己的特色？难道高晓松长得像吴彦祖之后他会变蠢吗？如果高松真能长成像吴彦祖一样的话，他一发自拍，大家就不会说小松老师我要报警了，所有人都会说小松叔叔，我不是报警，我要报警你。我们是现场的话筒质量不够好吗？你喊什么呀？我聋。哎呦，少奶奶来了！来！如果按照对面的观点成立的话，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全民整容，甚至我觉得整容应该加入我们的医疗保险。因为整容相对于其他成为人生赢家的途径，它更简单、更快捷，甚至更光明磊落。你们懂吗？我整容不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在一个叫《奇葩说》的节目上被人家贴上蛇精男的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整容可能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眼睛不够大，脸不够小而已。所以对面的人说，在网上有人骂你是整容怪的时候，我告诉你，对我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当网上有人说潇潇你的眼睛可以夹死苍蝇，你的下巴可以戳穿地球，潇潇你还我爷爷的时候，究竟快还我爷爷，快还我爷爷！可以，对我造不成丝毫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思达？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整容，我不是为了去愉悦别人，我不是为了去讨好别人，我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所以别人对我的看法 ，I don't care。好，我们再来说，当一个人整了容之后，大家真的会觉得他好看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大众审美这样的东西。整完了之后，有人会说你好看了，有人会说你假，还有人会说我觉得你没整以前比较好看，你懂吗？你们知道我的长相有多么的，就是受到多少的非议？我告诉你，有人说潇潇你长得妖，我觉得你适合演《花千骨》里的杀阡陌。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同样，也有人跟我说，潇潇，我觉得你的脸够长，长得像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所以你无法达到别人眼中那个美的自己。然后思达又说，哎，整完容之后，我们可以变得更自信，你不会变得更自信。就像刚才邦尼说的那样，当你的鼻子高了，你会觉得眼睛不够大；当你的脸小了，你觉得你下巴不够尖。大家想一下，当你一直觉得自己脸上少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当你需要用玻尿酸去填充你的自信的时候，你比以往更加自卑。好，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从来不会劝别人去整容，但是当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想整容的时候，我会支持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他选择去做自己眼中那个最美好的自己。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人整容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人生赢家，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仅仅是愉悦自己。什么叫做真正的自信？蛇精有很多，但潇潇只有一个。谢谢。这边还有人说话吗？姜思达。对面一直把人生赢家这4个字的定义上纲上线。我们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绝对的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按理来讲，一个都没有。只要是个人，就能挑出他的毛病。人生赢家怎么回事？就像潇潇说的，我就为了自己愉悦一点。从小到大，我在外貌上就因为这么鼻子一个地方受到的苦，我不想再被人骂我是猪鼻子了。我作为一个小姑娘，我就想把我的鼻尖弄得小小的精致一点，和其他的小姑娘一样。错在哪里呀？当我摘了纱布，看到镜子里全新的自己、新的鼻尖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人生赢家了呀。对，怎么了嘛？动之以情啊，没有怎么了嘛？所以，整容可以让我们千篇一律，整容让我们失去特色。这个错在整容吗？不，这个错在审美。挑好的医生，找好的脸型，适合自己的穿衣打扮，适合自己的举止作风，这靠的是审美，所以不应该整脸，你们应该整的是脑子。谢谢。邦尼。刚才就是思达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整容美了，我觉得我自己是人生赢家，我感觉好，我就是人生赢家嘛。那其实你连整容都不用啊，你喝一瓶小二锅头，晕乎乎的，看自己挺美的，你也是人生赢家呀。真是，这个观点是错的。是，因为为什么呢？人生赢家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是个非常世俗的概念，就意味着什么？因为人生赢家不是你自己的感觉，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判。赵薇今年40岁，可以说我人生赢家，因为她事业成功，家庭幸福。25岁的杨幂恐怕无法这么说，因为她太年轻。人生赢家是一个一生一个整体的概念，也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你不能因为一点点就说啊，我觉得我是人生赢家。对不起，人生赢家是别人对你的一个综合的判断。谢谢。我先打一个岔，就是呢，我现在放小 S 自由，等一下就自由的听凭他今天受到双方辩友的影响，他在做抉择。那我会守在我们这边。那我们先问小 S 吧，就是选手这么辩论下来之后，我本来在我的世界中觉得最会说话的人是蔡康永，可是我今天来上完这个节目之后，发现你也还好吗？干嘛了？壁咚啊！
是马东要逼的我吗？你怎么不追他？累了是不是？腿被打断了刚才。结果发现什么？我发现会说话跟有想法的人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这么年轻，就是即使是我一开始有想法，可是真的会被人家说服。然后，因为我觉得这边吃亏的地方是，他们讲了很多，可是他们最后的论点会让我觉得他们只是觉得你要整形，我不反对，也不可怕，就是做你自己。是我今天听到的比较多是这个，对。可是这边让我听到很多，就是整不整形对他们的人生不会有影响。嗯哼。就是整了或没整，他们如果坚持要做自己，或者要做一件对的事情，他们就是可以照那个道路去走。可是这边只是在讲说，我不反对你整形而已。意思就是说，这边的人讲的话没有跳出你原来认知的范围，可是这边供应了很多你觉得很惊喜或者新鲜的。他们讲完话之后，我又忍不住想说 Bravo。可是这边我就想说，没错啊，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反对别人整形啊，整形没有错。所以纯粹以作战能力的话，你认为这边比较有拉到票，对不对？我有被他们感动到。所以你可以换一边啦。我要换他们这边。哦 ，OK， 你们争取到他了。欢迎。其实理由都不用说，小 S 只要选择立场就 OK 了，他高兴就好。他好。那个金姐，你好，我来说一下啊。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人特别讲风水。就一个人的风水在脸上。我讲个小小的例子，我曾经有个姐妹儿，长得很好看，眼睛也不小。脸型很好看，很漂亮。那个时候她桃花运，男人特别多，职场又好，家庭幸福都好。但是她突然觉得不够了，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做了一下，把鼻子做的尖尖的，跟我们那个男神 Michael Jackson 一样了，特别薄，完了脸削的尖尖的。后来呢，从此之后真是再没有男朋友了，职业也不做，就整个生活全乱了。后来有一天问我，她说的星儿，为什么我比原来更有立体感了，更漂亮，我的运气怎么不好了呢？我就把她拽到镜子面前，我说姐妹儿，你看那个脸多寡呀，运气福气扑面而来，但面对刀片就破过去了。中国人女人讲的是脸要饱满丰满，我运气福气啪糊住了，像面膜一样滋润着你，反而像夸你错过去了。我说赵本山这么出名的，你想他那脸是瓦过来的，那得盛多少东西？但是很多人曾经说过，你金星就是为了变性，为了成名才变性的。我说，有人也曾经说了啊，他可能就是个同志，他为了得到更多的男人，他才为了变性。我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值得我去为他做变性，我是为了我自己内外统一。但是如果我没有小的时候积累，全中国男的舞蹈演第1名，我的人生积累，我能做到这儿，我凭什么呀？所以我觉得这就很简单易懂，所以大家都知道，最后使你成为人生赢家的是你的积累，是你的修养，是你的个性与众不同。好了，完事了。谢谢金姐。金姐其实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勇敢的一个立场。蔡团长，我在讲的事情是，请大家看清楚，今天我们辩论的题目是：整容能不能够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他已经排除掉了我们讨论的一大批人，就是那些根本不在乎人生输赢的人，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那些人想要人生快乐、幸福的人，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想要成为人生赢家的人，是把人生当成是战场的人。他们在打仗，他们打仗靠什么？他们打仗靠武器啊！所以你现在要把他武器从他手里抽掉，说我不让你用这些武器，你就自己想办法赢吧。你们刚才讲的大部分论点都是在讲说，人生会不会变得更好？整形不会使人生变得更好。可是整形有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认为它是重要的武器之一啊。所以我方的论点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想打仗，多一个武器好不好？我说好，给你这个武器，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请不要跳脱，我们讨论的范围，去把一般人全部抓到我们这趟浑水里面来说，你要不要整形？他们根本没有在乎成为赢家嘛。所以我为什么同意说，如果你整形，
你就有机会成为人生赢家，他就会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因为把人生当成是输赢的战场的人，他们就是有战斗意志的人，他们就是要武器的人。他们要武器，你给他一个整形当武器，你给他一个谄媚当武器，会拍马屁也是武器，然后有上进心也是武器，都是武器。然后你不能够否认，你给他这些武器，他赢的机会比较大。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回顾人生，他有没有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的赢的标准是什么，是月入10万块钱，还是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太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想赢，然后他认为所有的武器他都要用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从这个方面来判断，给他武器，让他整形，因为他想赢，这是我的论点。你现在还有权利再跳回去。你觉得康永哥说的有道理吗？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因为我常常听他说话。为什么一定要赢呢？你为什么要一定赢过林志玲呢？我没有要跟林志玲比较。真的吗？真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啊。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有朝一日坐在一起，能够愉快聊天。到时候我送你们一罐雅哈卡，把你们放在同一辆狂拽炫酷天的东风标致308S 里面，每人喂一把。赞助商吗？当然了，要不然我说这干什么？我神经病啊！你也太跳动了吧！这是我们唯一挣钱的机会。另外，我要说说这雅哈咖啡啊，我们导演组跟我 complain 说，你们那个 logo 你们都改了5次了，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还卖不卖了？好，谢谢刚才我提到的所有赞助商，谢谢大家。我们看看现在结果，56比44，来跟最初的结果对比一下，正方胜出，祝贺你们！不要整容，做自己，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火。其他的手段追求的是一时一刻的美，而整容的美可以维持的长久一点，就这么简单。我就想把我的鼻尖弄得小小的精致一点，和其他的小姑娘一样。错在哪里呀？好了，这是正方3位胜出者，请3位导师在这个小题板上写下本场表现最好的一位奇葩的名字。小 S 先不要透露是谁，为什么是这个人？我没料到他这么会说话，然后一开始的气氛是有点让我不确定这是一个辩论节目。可是后来他一发言之后，我有被他震慑住。哦。金姐，为什么这个人？没有，他这期特别努力，付出也特别多。康永哥，你扣着，你是谁？今天的选手都不好辩，因为整个辩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很奇特啊。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气氛当中，依然有条有理的把自己的论点说出来，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事情。好，来，请3位亮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来，请3位亮题板。